凌晨3点半，张小凡突然睁开了双眼，确认丈夫熟睡后，她轻手轻脚地起身，从化妆盒中拿出了一个录音笔，开启后悄悄藏在了丈夫的床头柜上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张小凡又蹑手蹑脚地躺回了床上。而不久后，让张小凡疑心四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。丈夫在睡梦中竟不停地喊着一个名叫婷婷的女孩，而事实上，这已经不知道是男人第几次说类似的梦话了。张小凡对此事忧心忡忡，觉得丈夫赵长天在外面有情人了，于是便将这件事告诉了闺蜜，想让闺蜜给自己支招。而闺蜜一听录音，也觉得赵长天肯定已经出轨了。可张小凡却不愿相信，因为两人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赵长天一直都很疼她，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然而，闺蜜却提醒了张小凡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夫妻俩一直没领结婚证。张小凡解释称，之前赵长天说过，因为老家在乡下比较远，回去一趟很麻烦，今年的生意又特别忙，所以一直抽不出时间陪张小凡去领证。可闺蜜闻言却觉得张小凡太单纯，两人的婚宴都摆了，房子也是以张小凡的名义买的，为何领个证就各种推脱呢？越想越不对劲的闺蜜随即建议张小凡想办法拿到赵长天的身份证，她会帮忙找律师朋友查赵长天的婚姻状况。张小凡闻言，心里顿时紧张不安了起来。此时的张小凡怎样都想不到，丈夫身上竟真的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晚，张小凡趁赵长天洗澡，偷偷翻出了对方的钱包，并拍下身份证发给了闺蜜。按闺蜜的建议，如果赵长天是未婚状态的话，自然最好；如果是已婚，那张小凡就要趁早和赵长天分手了。张小凡就这样带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可他万万料不到，还没等结果出来，意外却先发生了。这天赵长天回家拿文件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了张小凡忘记收起来的录音笔，疑惑中他点开听了起来，没想到却听到了自己清晰的梦一声。此刻赵长天的神情是复杂不已，似乎是想起了某些往事。不久后下班的张小凡看到了这一幕，面对丈夫的疑问，她索性直接质问赵长天谁是婷婷，为什么每晚都会喊她的名字。没想到赵长天短暂思索后，却露出一脸坦然，柔声安慰张小凡说：“你是我老婆，以后有事可以直接问出来，她都会坦诚相告。”而在赵长天的讲述中，一段凄美的故事展现在了眼前。原来婷婷是赵长天多年前的女友，两人是同一个村的，在一起很多年了。那时赵长天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打工仔，很多时候连吃和住都有问题。可婷婷却一直对赵长天不离不弃，还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来养赵长天。赵长天对此事感动不已，他下定决心要赚到钱，给婷婷一个幸福的生活。可说到这，张小凡却感到疑惑不解，因为赵长天后面已经出人头地了，可两人却并没有在一起。他以为赵长天有钱之后就抛弃了前女友，可赵长天却悲痛地说道：“婷婷在他成功前就已经离开了他，当年工厂的一场大火夺走了他的生命。”由于两人感情很深，赵长天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意志消沉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想起自己对女友承诺过要赚到钱出人头地，赵长天这才振作起来努力生活。看着丈夫声泪俱下的模样，张小凡顿时内疚不已，马上向赵长天道歉，恨自己之前还一直误会丈夫在外面有人了，如今看来却是在揭爱人的伤疤。而赵长天原以为失去婷婷后自己不会再有感情，可张小凡的出现却给了他温暖，让他有了想拥有一个家的渴望。听到这里，张小凡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却没看到赵长天越发复杂的神情。而就当张小凡兴奋地将这件事告知闺蜜的时候，闺蜜却说出了一个让张小凡难以置信的消息。据律师朋友查证发现，赵长天竟然是个死人，连死亡证明都早有存档。看着眼前白纸黑字的资料，张小凡以为闺蜜是在开玩笑，因为赵长天那么大一个活人在那，怎么成死人了？肯定是搞错了。可闺蜜接下来的话却给她泼了盆冷水，真正的赵长天实际上10年前就死了，连户籍都注销了。他们还联系过赵长天的父母，也证实赵长天早已死亡。张小凡闻言顿时惊恐不已，她不知道自己嫁的到底是谁，家里的那个赵长天到底还隐瞒了自己多少事情。在闺蜜的劝说下，张小凡最终选择秘密报警，
警方接警后，很快将赵长天传唤到了警局。面对警方的质问，贾赵长天并没有隐瞒，如实交代身份证是他买来的。他的真名其实叫王伟，从小是个孤儿，是同村的一对夫妇收养他的。因为那个村太偏僻了，根本没人知道收养小孩是要登记的。直到王伟长大到城里上班后才知道，在外面要用身份证，所以就找人帮他买了一张身份证。为了验证王伟所说是否属实，警方又让其将家乡的详细地址以及当初收养的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，然后再联系赵长天的父母以及王伟的养父核对相关信息。结果所得到的信息都跟王伟交代的相吻合。王伟养父家里甚至还保留着王伟以前的衣物和照片，而真正的赵长天是在10年前死于心脏病的。赵长天的身份证还是其父母卖掉的，可警方不解的是，王伟应该知道用假身份在外面做事很困难，为何不自己办一张？此时的办案民警还不知道，王伟身上竟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。最终，王伟因冒用他人身份遭到罚款后，回到了家中。看到丈夫被顺利放出来，张小凡便急切地想知道过程，可王伟却轻描淡写地谎称是因为生意上的事，解释清楚就回来了。见丈夫刻意隐瞒假身份证的事，张小凡对眼前这个同床共枕多时的男人越发陌生了起来。而张小凡不知道的是，在他不注意的时候，王伟竟背着他拨通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，让其帮忙查出举报他冒用身份证的人是谁。紧跟着，王伟还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，需要一张王伟的身份证。原来王伟竟也不是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，而一场危机已经向张小凡袭来。这个午夜，王伟竟在梦游中死死掐住了张小凡。万幸的是，张小凡的挣扎和求救声打断了王伟，可王伟躺下后说出来的梦话却吓得張小凡魂飞天外。對唔住婷婷，我唔係有心殺你嘅，我唔想你冇怪我婷婷，對唔住。從噩夢中驚醒後，王偉看着驚慌失措的張小凡，馬上意識到了什麼，詢問張小凡自己是不是又說夢話了。可心有餘悸的張小凡卻馬上否認了，並以喝水為由離開了房間。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，張小凡第二天就在閨蜜的陪同下再次到警局報案。張小凡懷疑王偉真的殺死了前女友，警方接警後馬上秘密展開調查。可就在這期間，意外卻先一步發生了。這天，張小凡慌慌張張的正準備出門，結果卻碰到了突然回來的王偉。原來王偉已經查清楚，舉報他冒用身份證的人正是自己的妻子。面對王偉的質問，張小凡小心翼翼地解釋，是因為王偉遲遲不肯領證，擔心有事瞞着他才去查身份證的。可王偉卻怒斥張小凡不信任他，自己之所以用假身份證，是因為孤兒的出身不好，不想讓這件事影響兩人的感情而已。然而，當張小凡再次提到婷婷時，王偉卻愣住了。他試圖重複之前的謊言，可張小凡卻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揭穿了王偉殺人兇手的身份。王偉聞言頓時怔住了，急忙問張小凡是聽誰說的，卻被告知是自己在睡夢中親口說出來的。你仲差啲將我當成佢，連我都碾死埋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得知自己差點掐死妻子，王偉的心理防線開始坍塌。而當張小凡悲痛地控訴自己竟然愛上一個沒有身份的殺人犯時，王偉徹底崩潰了。他承認自己殺了前女友婷婷，可卻堅稱不是故意的。原來王偉和婷婷爆發過一次激烈的爭吵，王偉的爺爺得了絕症，醫生推測活不過1個月。王偉想求女友拿出結婚用的錢給爺爺治病，可婷婷卻不同意，覺得這筆錢應該要留給兩人結婚和生活用。無論王偉如何哀求，婷婷始終不肯鬆口，而一句爺爺本來就要死了，拿錢也就不活的話，卻讓王偉徹底失去了理智。怒扇婷婷一巴掌後，王偉又掐着婷婷的脖子，將其摔倒在地板上。後腦受創的婷婷很快暈了過去。而按王偉所述，當時他沒注意到婷婷已經受傷。當他冷靜許久時間，想回來和婷婷和好的時候，卻驚恐地發現婷婷已經沒了呼吸。彼時的王偉腦袋是一片空白，只想着逃跑脫身。當爺爺病逝後，他便隱姓埋名躲到了南方。就在這期間，王偉用趙長天的身份證開始了苟延殘喘的生活。直到有天偶然認識了張小凡，王偉才重新看到了未來的希望。
他很想就此摆脱过去，和张小凡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然而婷婷死去的那一幕却始终缠绕在王伟的脑海中，愧疚与罪恶感更是让其噩梦连连，而每一次噩梦也都在提醒王伟自己是个杀人犯。王伟这才经常在睡梦中喊出婷婷的名字，并向其道歉求饶。在王伟痛苦的忏悔中，张小凡知道了真相，和王伟多年的感情让他心生同情。他开始劝王伟自首，因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可王伟却仍噩梦不断，这足以证明他心里一直无法原谅自己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根本无法正常生活。王伟最终被张小凡说动，来到警局自首，并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石磊，在8年前失手杀死了女友。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，根据警方收集到的信息，石磊所说的案子确实是8年前郑婷婷被害一案。警方在侦查过程中还曾经通缉过石磊，但案件在当年就已经侦破了，杀人凶手也已经被抓捕归案了。在石磊难以置信的眼神中，警方还原了郑婷婷当年的死亡真相。原来凶手竟是一个小偷。那晚，这个小偷看到了石磊和郑婷婷争吵的过程。当石磊将郑婷婷摔晕离开后，他便想趁机入室行窃。不料在这过程中，郑婷婷突然恢复了意识，情急下，小偷竟生生掐死了郑婷婷，然后逃离了现场。而当石磊回来看到郑婷婷的尸体后，就认为自己是杀人凶手，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。石磊万万料不到，自己逃避了快10年，真相却是如此的残忍。比起负罪感，此时石磊心中更多的是悔恨。时隔多年，石磊终于有勇气到郑婷婷墓前来祭奠。原本他以为这次自首要用几十年的牢狱之灾来还这笔债，现在看来他得用一辈子来赎罪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